朋友们，你们想不想知道为什么你炒股总是在高点接盘？为什么买房之后房价就开始下跌？很可能是你没搞懂一个超级重要的规律——利率周期和资产价格的关系。今天呢，我就用最简单的大白话给大家讲清楚什么是利率周期，为什么利率的一升一降，资产会跟着大起大落，普通人在不同的利率周期下应该如何应对。这期视频啊，可能是你理财路上最重要的一课。首先，咱们搞清楚什么是利率周期呢？利率周期简单说就是央行加息，那就是利率升高了，那经济就降温了，资产价格会下跌；央行降息呢，利率就低了，经济回暖了，资产价格就上涨。那为什么央行要加息或者降息啊？央行加息的目的就是要抑制通胀，防止物价上涨太快，避免经济过热和资产泡沫。央行降息呢，是为了刺激经济的增长，提供便宜的资金，让大家敢借钱、敢投资。这就像是给经济踩油门和踩刹车，来调节经济的速度，控制风险。那么利率和资产价格的基本关系是怎么样的？当利率上升的时候，也就是加息的时候，你贷款就更贵了，那么你买房、买车的成本就会上升，企业的融资成本也上升了，那企业的利润就下降了，那企业股票的估值就会下滑，因为它未来现金流折现的价值就降低了。这个时候债券的价格下跌，因为新债的利率更高，旧债就贬值了。所以加息的时候，资本市场怎么表现呀？总结一下啊，股市下跌，房市降温，债券价格下跌。那么当利率下降，也就是降息的时候呢，这个时候你贷款更便宜了，你的房贷压力就小了，房市就容易升温，企业的融资成本就下降了，那企业的利润就提升了。那企业的股票估值就怎么样？上升了，因为企业的资金就充裕了，买盘增加。那这个时候呢，债券的价格上涨，旧债利率高啊，会升值。所以总结一下，那么降息的情况下，股市上涨，房市回暖，债券价格上涨。那么利率周期如何影响不同的资产？首先，咱们讲股票啊，降息环境肯定是利好股市的，特别是成长股、科技股。加息环境呢，会压制股票的估值，尤其是高估值的板块。那对于房地产市场来说呢，降息，按揭利率下降，购房的需求会增加，房价就容易上涨。加息的环境下，大家房贷的成本上升，需求就减少，房价就承压。那对于债券来说呢？如果降息，利率下行，债券的价格就上涨；如果加息，利率上行，债券的价格就下跌。那对于黄金来说呢？如果利率低的环境，特别是真实利率为负的时候，黄金这类资产的表现就非常好，因为无息资产的机会成本低了。那么在高利率的环境下呢，黄金这类资产的吸引力就会降低。然后咱们再来看看大宗商品哈。降息加经济复苏是利好大宗商品的需求，如果到了加息周期，那就可能会压制大宗商品的需求。其实历史呢多次验证了利率和各类资产的这种关系。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，美联储把利息降到了零，开启了美股长达10年的大牛市，美国房地产市场逐步回暖，黄金开始了大涨，从2008年到2011年。2022年，美联储又开始了暴力加息，美股暴跌33%，科技股大跌，美国房地产市场销售放缓。所以咱们可以看到啊，每次资产价格的大涨大跌，其实背后都离不开利率周期的推动。那么普通人在不同的利率周期下，应该怎么做资产配置呢？在降息的环境里啊，适合增加优质的股票和长期的债券配置。房地产市场的回暖期呢，可以考虑上车刚需购房，但是也要注意泡沫风险，控制你自己的杠杆。在加息的环境当中呢，你就要降低高估值、高波动资产的比例，增加现金和短期理财的配置。同时呢，要留意把黄金作为抗风险的配置，关注加息尾声时潜在的抄底机会。当然，在任何的环境下呀，大家都不要盲目的高杠杆赌方向。还是要注意保持一定的现金流，保持灵活性。同时呢，最重要的是提升你自己主业的收入能力和开拓辅业的收入渠道。
总结一下今天的知识点啊，利率是资产价格的锚。我们学会理解利率周期，你就不会盲目的追高买房，也不会在加息周期呢满仓高估值的股票，才能够在降息周期抓住财富翻倍的机会。如果你听懂了这期的节目，欢迎点赞、收藏、加关注。我是苏涵，我们下期见。